他历时19年，经过110个国家，行程5万里。他翻译的佛经高达47部，1335卷。他离世的时候，大唐的皇帝悲痛不已，百万人哭诵。因为《西游记》的家喻户晓，真实的玄奘已经让我们越来越模糊了。玄奘，公元600年，隋朝开皇20年，玄奘出生在距离洛阳30公里的陈河村，就是今天河南省偃师市沟石镇。玄奘的二哥陈粟在洛阳净土寺出家，即后来的长节法师。玄奘11岁那年，也跟随二哥进入了寺院生活，但此时还不是僧人。公元612年，隋帝国选拔僧人，当时隋朝规定，想成为僧人，不仅有年龄的限制，而且要经过严格的考试。这时候玄奘刚13岁，因为年龄太小，没法参加考试，但他以非同一般的聪慧，打动了主考官郑善果，被破格剃度，正式成为14位招收合格僧人中的一员。然后仅5-6年时间，他的才华就传遍了整个洛阳。公元618年，玄奘和二哥来到了都城长安。此时隋朝已经灭亡，唐朝刚刚建立，但战争还没有结束，长安的寺院破败不堪，当时的高僧大德都聚集在四川一带。于是玄奘决定和二哥南下到蜀中求学，开始了长达7年的游学生涯。他们过子午谷，来到汉中，停留1个多月后到达了成都，随后又到过荆州、象州、赵州等。在这7年里，玄奘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公元625年，玄奘结束了游学生涯，第2次来到大唐都城长安。玄奘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僧人，联名上书朝廷，请求西行。然而朝廷拒绝了他们的请求，禁止出境。公元627年秋天，长安遭遇霜灾和蝗虫，为了应付霜灾造成的饥荒，官方去印度原则上有3条路可以选择。一条是从长安出发向西南，走四川、云南，穿越横断山脉，进入今天的缅甸地区，再西行进入印度。但是，一方面，唐朝时期云南地区还处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，小国林立。由于横断山脉的阻隔，交通信息闭塞，不少小国都不知道唐朝的存在，不仅进关出关都非常困难，路上还有强盗和野生动物，根本无法通行。更麻烦的是，绵延的横断山脉，雨林密布，毒虫、瘴气都会让人无法通行，没有成熟的道路，危险和难度更大，所以这条线路是不能走的。第2条就是从长安出发，到达青藏高原，穿过吐蕃国进入印度。这条线路看似最近，可结合当时的背景条件，也是难以成行的。吐蕃当时跟唐王朝是处于对抗状态的，为了防止间谍渗入，双方都禁止平民百姓互通。玄奘是公元627年出关西行的，直到公元641年，文成公主才嫁给松赞干布。从这时起，唐朝和吐蕃才开始友好往来，但这已经是玄奘西行14年之后的事情了。此外，还有去过西藏的人都了解，青藏高原不同于西域沿线，有绿洲和补给的水源。青藏高原大片的无人区和恶劣的高原气候会造成致命影响，即使没有吐蕃人的威胁，玄奘要是贸然前行的话，估计也没命到达印度。那么最后剩下的就是古丝绸之路这一条道了。公元前2世纪，汉朝的张骞用了13年的时间，第一次穿越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通道。往后几百年里，这条道路就商贾往来不断。由于丝绸是这条通道上最著名的商品，这条通道就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。因此，这条路比较成熟，路上有商人、僧侣为伴，也有旅店和补给的地方，是几百年里去印度最成熟的道路。但是，玄奘西行的时候，因为战争等原因，丝绸之路也就不是全部畅通了。虽然走这条路会多绕1000多公里，翻越很多雪山大漠，但是相比较而言，是最可行的一条线路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我们将跟随玄奘的脚步，一起从长安出发去西天取经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627年，
28岁的玄奘走出了长安城，开始了他西天取经的伟大壮举。这一路的凶险，或许在他意料之中，也应该在他意料之外。他更不会想到，1300多年后，他的事迹还被人津津乐道，一直影响着后人。他离开长安城，风餐露宿了1个多月，抵达了河西走廊的门户凉州，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。但此时，大唐和突厥的战争一触即发，没有官方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向西而行。他决定继续西行。他4天5夜滴水未进，很快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。这时，精疲力竭的枣红马突然发现了水源，拯救了玄奘的生命。玄奘在沙漠里休息了2天，继续西行。2天之后，玄奘穿过今天的星星峡，抵达西域的第一个小国伊吾。在今天新疆哈密市郊区妙儿沟的地方，有西域的第一座佛寺。在这里，玄奘受到了僧侣们最热情的款待。休整了几天之后，玄奘开始继续西行。然而，高昌国的国书打乱了玄奘的计划。高昌是西域的第一大国，高昌王命令伊吾人必须将大唐僧人送达高昌。公元627年，在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，玄奘来到了高昌国。高昌位于今天新疆的吐鲁番盆地，《西游记》中火焰山、牛魔王、红孩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高昌的都城就坐落在火焰山的脚下。高昌王屈文泰对玄奘异常尊重，希望玄奘能成为高昌的宗教领袖，但玄奘拒绝了。屈文泰的挽留最后变成了威胁，玄奘选择绝食对抗。第4天，玄奘已经饿得奄奄一息。屈文泰没想到玄奘的内心竟然如此强硬，玄奘的修养和舍身求法的决心也打动了屈文泰。2人在佛祖面前结拜为兄弟，这也是真实版国王和玉帝哥哥的原型。高昌国王尽最大的力量支持玄奘西行，为玄奘提供了足够20年的路费，剃度了4个精干的僧侣，成为玄奘的徒弟，给沿途24位国王准备了厚礼和通关文牒，给西突厥的可汗写信，希望可汗关照玄奘。玄奘也答应从印度求法归来，在高昌讲经3年。公元628年，玄奘走出高昌，来到西域的第3个国家燕齐。燕齐位于今天新疆的库尔勒市境内。燕齐和高昌是邻国，2国经常争斗，有很大的仇恨，因此玄奘在这里并不受欢迎，只停留了1个晚上就匆匆地离开了。玄奘路过开都河，就是《西游记》里沙僧居住的流沙河。这条河沙随水动，水流沙流，水与沙始终不分离，因此被称为流沙河。玄奘来到了龟兹国，龟兹位于今天新疆的库车县，在这里，玄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从龟兹往西是古代的葱岭，昆仑山和天山在这里汇合，形成一道天然屏障。玄奘准备在一个叫灵山的地方穿越葱岭，但此时是冬天，大雪弥漫，道路封闭，灵山无法通行。玄奘只能在龟兹停留了2个月，一边讲经说法，一边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春天来临后，玄奘离开了龟兹的都城，向灵山进发。刚刚走了2天，就碰到了突厥的强盗。然而，由于强盗之间分赃不均，最终竟然一哄而散。1周以后，他们来到了灵山，今天新疆温宿县一带。因为所有人都没有翻越雪山的经验，导致有人因体力不支而倒下，有人不慎跌落深谷。为了翻越灵山，玄奘的队伍后，玄奘进入了中亚，到达了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，西突厥的王庭就在附近。玄奘决定去拜会西突厥的可汗。西突厥人信奉的不是佛教，而是拜火教，就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记载的波斯明教。拜火教与佛教互不相容，玄奘的内心充满了担忧。公元628年的夏天，玄奘来到西突厥可汗的王庭碎叶城，没想到西突厥的可汗召见了玄奘，并选派了一位曾经到过长安、通晓各国语言的军人，护送他们穿越西突厥帝国。就这样，玄奘的队伍离开了碎叶城。公元701年，也就是玄奘离开的73年后，李白在碎叶城出生了。一路跋涉的玄奘来到了撒马尔罕。
然而，撒马尔罕的国王及百姓都信拜火教，因此并不欢迎玄奘。玄奘的2个徒弟还遭到围攻，差点丢掉了性命。到了晚上，玄奘给撒马尔罕国王讲解佛法，没想到1个晚上的时间就改变了撒马尔罕国王的信仰。他放弃了拜火教，开始按照佛教的礼仪生活。在古代中国，撒马尔罕被称为康国。今天很多康姓的中国人其祖先就来自于这里。离开撒马尔罕之后，玄奘来到了一个叫杰双纳的小国。杰双纳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萨布兹，这里是帖木儿的故乡。在中国的史记中，杰双纳被称为史国，汉人当中很多史姓人的祖籍就在这里。离开杰双纳之后，玄奘来到了中亚最为著名的关口铁门关。因为有突厥军官的护送，玄奘轻松地通过了铁门关。走出铁门关之后，玄奘来到了达密国，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的首府铁尔梅兹。公元628年的盛夏，玄奘离开达密国之后，来到了活国。活国在今天的阿富汗境内。玄奘在活国滞留了1个多月后，第2次翻越雪山。这个雪山就是今天的兴都库什山。玄奘在这里遭遇了大雪，迷失了方向，幸亏有猎人带路，才越过了山岭，来到了加毕士国。加毕士国在今天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附近。在这里，玄奘一边讲经说法，一边礼拜圣迹，花费了将近半年的时间。然后，玄奘进入了古印度的地界。这时候，玄奘的身边就只剩下了2个徒弟。这里已经不是突厥人的势力范围，可汗派给玄奘的护卫们要返回北方草原了。渡过了印度河，玄奘来到了犍陀罗国。佛教在犍陀罗已经凋零，生活在这里的人普遍信奉印度教。犍陀罗位于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一带。离开犍陀罗国，玄奘向东南而行，进入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。当时的印度分为70多个国家，加施弥罗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这里保存着非常完备的佛教经典。如饥似渴的玄奘埋身于浩瀚的佛经当中，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1年多。公元629年的秋天，玄奘离开了加施弥罗，继续南下。在今天印度旁遮普邦的原始森林里，遇到了50多人的强盗。幸亏玄奘的徒弟发现了一个隐秘的水洞，才侥幸逃脱。玄奘来到了一个名叫智那菩提的小国。玄奘在这里停留了将近半年。公元631年的春天，玄奘到达了恒河。他们沿河而下的时候，被一伙强盗劫持。这是一群特殊的印度教徒，信仰突加女神。每年春秋季节都要找一个容貌端庄的人祭祀女神。很显然，玄奘俊美端庄，非常符合女神的口味。然而，突然间天象大变，黑风四起，强盗以为得罪了天神，不得不放弃了祭祀活动。玄奘又逃过了一劫。公元631年的夏天，32岁的玄奘抵达了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。尼泊尔南部的小城市兰毗尼就是佛祖的诞生地。随后，玄奘来到了居士内迦，这里是佛祖涅槃的地方。离开佛陀涅槃之地以后，玄奘来到了鹿野苑。佛陀在这里初撰法轮和成立僧伽团体，是佛教4大圣地之一。然后，玄奘来到了摩诃菩提寺，这里是释迦牟尼成佛的地方。公元631年的秋天，在经过整整4年的跋涉之后，玄奘终于抵达了西行的目的地那烂陀寺，也下定决心要回国了。公元641年的春末夏初，玄奘决定离开印度，踏上归国之路。与当年离开长安时的孤身一人不同，玄奘有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队伍，因为他要带回大量的经书和佛像。当他们走到印度河过河的时候，发生了一场灾难。船只行驶到河中央的时候，忽然间暴风四起，船只差点沉没。看守经书的人也掉进了河里，众人一起解救，才把他打捞上来。然而50本的经书和各种奇花异果的种子则掉进了水里。这段经历也被改编进《西游记》中。公元643年的夏天，玄奘来到了帕米尔高原。由于有印度国王的大力支持，
玄奘本来可以乘船从海路返回的，但他依然选择走陆路，因为17年前他和高昌国王有个约定，从印度归来将在高昌讲经3年。走陆路是要到高昌去履行自己的诺言。风尘仆仆的玄奘来到了切盘陀国的都城塔什库尔干，在这里他们停留了20多天，然后一路跋涉走出了帕米尔高原。当玄奘走到今天新疆喀什一带时，一个高昌的商人告诉玄奘，高昌王屈文泰早就已经去世了，高昌国现在也已经是大唐的西州了。高昌国已经不存在了，去高昌也就没有意义了。于是玄奘决定从丝绸之路的南线直接返回大唐。东归的队伍开始南下，进入一望无际的大沙漠。公元643年的冬天，玄奘抵达了西域著名的佛国于田。在这里，玄奘受到了热情的接待。但是随后在长安城，大唐宰相房玄龄亲自主持，为玄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玄奘在印度收集了大量的佛学经典和佛教圣物，包括657部佛经、150粒佛舍利、7尊珍贵的佛像。19年前，年轻的玄奘孤身一人离开长安城。19年后，已届中年的玄奘完成了一项壮举。19年的时间，5万里行程，110个国家，玄奘带给大唐的是一笔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。在中国佛教史上，玄奘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大唐高僧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我们接着讲玄奘从回国到圆寂所做的伟大功绩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公元645年，玄奘赶到洛阳。唐太宗对初次见面的玄奘非常欣赏，也很关心西域和葱岭以西的风土人情，希望玄奘将19年西行的见闻写成书记录下来。公元645年3月，玄奘返回长安，在唐太宗的支持下，他开始了自己庞大的佛经翻译计划。《瑜伽师地论》是玄奘最看重的一部经典，梵文有4万颂，一颂翻译成汉语一般是4句，仅这一部经典就有16万句，至少100多万字。玄奘从印度一共带回的典籍是657部，可想而知翻译的任务有多艰巨。玄奘白天翻译经卷，晚上口述19年的历程，由他最得意的弟子辩机在一旁记录和整理。佛经翻译不是1、2个人的简单工作，而是一个组织严密、分工明确的大工程，需要有精通梵语的，有汉文专家，有人负责润色，有人负责记录，有人正译，有人正字，还有一些来自朝廷的要员逐字监阅。公元646年7月，玄奘完成了唐太宗交付的任务。他详细地记录了西行19年的行程，其中包括110个亲身经历的国家，28个没有到达带有传闻的国家，这就是12卷本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一部被今天学者公认的西式奇书。公元648年的夏天，49岁的玄奘应唐太宗的征召，来到位于陕西省铜川市境内的玉华宫，这里是唐太宗的避暑之地。在这里，唐太宗终于答应为刚刚翻译完成的《瑜伽师地论》作序。对于玄奘和大唐的佛教而言，这是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。大唐三藏圣教序是由唐太宗亲笔书写，总共781个字。他用极其华丽的文字，高度评价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壮举，也充分肯定了玄奘的佛经翻译事业。唐太宗不仅敕封玄奘为佛门领袖，而且下诏剃度僧人，佛教在大唐开始复苏。同年，还是太子的李治为了给皇太后祈福，修建了一所大型的寺院慈恩寺。随后，玄奘被唐太宗委任为慈恩寺的住持，他从印度带回的经卷和佛像也都珍藏在这里。同年，玄奘最器重的徒弟，笔录《大唐西域记》的辩机和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私通，被发现后，辩机最终被腰斩。这件事给玄奘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公元649年，唐太宗病入膏肓，作为大唐高僧的玄奘一直陪到唐太宗去世。唐太宗去世以后，太子李治继承皇位，李治的皇后就是日后威震大唐的武则天。
公元652年，玄奘请求在大慈恩寺内建造一座佛塔，用来保存他取自印度的经卷和佛像。印度经卷大都写在一种书页上，很容易燃烧。玄奘想建造一座实质的佛塔，使佛经尽可能远离火灾。在那烂陀附近，玄奘曾经看过一个叫护梭的佛塔。护梭的意思是大雁，教导那里的人不要杀生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大雁塔其实是根据印度护梭塔的造型设计的。玄奘本来希望建造一座实质的佛塔，但由于工程太大，一时之间找不到足够的石材，大雁塔最终是用砖泥结构修筑的。在佛塔的正面竖立了2座石碑，分别雕刻着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文章。碑文的书法是当朝宰相褚遂良书写的。佛塔建成之后，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、舍利以及佛像都被转移到这里珍藏。公元656年，玄奘给皇帝写奏章，希望能够废除先道后佛的律法。没想到唐高宗非常愤怒，断然驳回奏章。57岁的玄奘深受打击，再加上夜以继日的翻译经卷，过度的操劳使玄奘的身体每况愈下。29年前，玄奘在翻越灵山的时候遭遇雪灾，将近一半的随从被冻死，玄奘的身体也留下病患，旧病突然复发。1年之后，大病初愈的玄奘跟随唐高宗来到大唐的东都洛阳，这里也是玄奘的故乡。自童年离开以后，这是玄奘第一次回到出生的地方。此时，故乡的亲人大都已经不在了，玄奘能够找到的只有一个年老的姐姐。玄奘经多方打听，才找到父母的坟墓，坟墓已经荒废不堪。在朝廷的资助下，玄奘重新迁葬了父母，这是玄奘在俗世的最后心愿。公元659年的秋天，60岁的玄奘来到了玉华寺，他决定翻译规模最大的一部佛经《大般若经》，这是大乘佛教的基本经典，梵语有20万颂，汉文至少在几百万字以上。在这里，玄奘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佛经翻译上，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，庞大的大般若经才翻译完成。公元664年正月初3，他平静地告诉弟子们，他的归期将要到了。从这天起，他停止了佛经翻译事业。19年的时间，玄奘一共翻译佛经47部，1335卷，数量之巨大，质量之严谨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在中国的翻译史上，他的地位是空前绝后的。然而，玄奘的生命也已经走到了尽头。公元664年正月初9，玄奘在屋后跨越一道水沟时不慎跌倒，从此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禅房。唐高宗知道后，迅速指派御医前去诊治，但是当御医到达玉华宫的时候，玄奘已经圆寂了。公元664年2月5日夜晚，玄奘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唐高宗知道消息后不胜悲痛，罢朝数日。根据皇帝的意见，玄奘的遗体暂时安置在慈恩寺的翻经堂。公元664年4月14日，玄奘正式下葬。从皇室到百姓，从佛门到俗世，长安附近500里内，送葬者达100多万人。根据玄奘的遗愿，他的遗体被安葬在长安东边的白鹿原。5年之后，唐高宗下诏，将玄奘的遗体迁葬于樊川。樊川位于今天的陕西省长安县境内，玄奘的舍利塔就屹立在这里。玄奘塔的2侧埋葬着他的2大弟子窥基和圆策。对印度的贡献也非常大，没有他的著作，印度人几乎无法重建自己的古代历史。慈恩寺是玄奘翻译佛经的地方，也是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座寺院。在大雁塔的地下室，一直精心地保存着几片古代的佛经。1300多年前，玄奘从印度带回了657部佛教典籍。漫长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庞大的经卷大多数都已经被毁坏了，现在留下的只剩下这寥寥不足10页的残片。在这个宝塔中盛放着一小块玄奘的顶骨，对于佛教徒而言，它是无比珍贵的圣物。斯人已逝，留给世人的是绵绵不绝的怀念。玄奘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，对理想永不放弃，对信念始终坚持的精神。
这是玄奘的精神，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。玄奘的一生到此就全部结束了。你有什么补充内容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